在二战期间，亚欧大陆上所有的强国英苏法德日等国都在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美国就趁机崛起，取代英国成了新的全球霸主。美国在制霸全球时，也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称霸全球的战略，实力和机遇加上战略部署，使美国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全球霸主地位。本期我们就着重了解一下美国为制霸全球都实施了哪些全球战略。首先便是瞄准全球的核武，美国是第一个也是唯一实际使用核武的国家，其库存的核武器数量比其他各国核武的总数还多，如果全部引爆，其杀伤力足以毁灭全球。而且美国的核武是可以瞄准全球各国的，核按钮也是随时在手，只要谁对美国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美国就会用核武攻击谁。而关于核武库，近期五角大楼已经开始对欧洲核武库进行升级。据有关消息称，预计明年春天才会在欧洲部署的 B6112 新型核弹，将在今年12月运抵美军位于欧洲的空军基地进行部署，并将替代核武库里原有的3种 B61 型核弹。B61 核弹又称 B61 战术核弹，是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不久后在内华达州首次试射成功，用以替换设计不完善的 B53 核弹。B61 这种弹药相比 B53 更为轻型，重量约为320公斤，长度约为 3.5 米，直径约为33厘米，弹头当量从 0.3千吨到340千吨不等，因此它既可以是战术武器，也可以是中型战略武器。在冷战期间， B61 曾被视为欧洲战场反苏斗争及轰炸边境附近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因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 B61 战术核弹都是美国核武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升级版的 B6112 型核弹则是在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期间获批研发。 B6112 改进型有一个特点，是其尾翼和制导系统能使 B6112 型核弹可以在距离目标很远而非目标的上方投掷弹药，原概率误差不超过30米，也就是说 B6112 可以精确击中加固的掩体、指挥所、机场。而且相比 B61 的一些早期升级版本， B6112 携带的是当量较小的核弹头，因此 B6112 可用于小型冲突，从而能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不过 B6112 也存在明显的缺点，为了到达轰炸区，飞机很可能必须进入敌方防空覆盖区。无论 B6112 计划射击有多远，其射程仍然逊于防空导弹，这意味着炸弹携带者有被击落的风险。而目前欧洲大约有180枚战术核弹，主要是1997年列装的 B6111 型，它们大都部署在位于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那么美国此次升级欧洲核武库有哪些意义呢？火力军觉得，此次美国升级欧洲核武库，第一个目的是与此前的101空降师一样，让俄罗斯适可而止。如果俄罗斯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到那时美国精锐部队核弹肯定会砸到俄军头上。第二个目的便是想让乌克兰和欧盟、北约成员国放心，表明美国支持乌克兰到底的决心，以及促进欧盟、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同时也让俄罗斯专心去对付欧盟、北约成员国，减轻美国本土招来俄核弹的打击。第三个目的，扩大自身在全球的影响力，让日韩等国放心听安排，让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依旧强大，依旧是世界警察。其次，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其军事基地遍布全球。美国对外的军事基地包括3类，一类是本土军事基地及后方的军事基地，第二类是中继军事基地，如关岛、澳大利亚等，第三类是前线军事基地，驻日驻韩的美军等。利用这些军事基地，美国军队就可以随时对全球任何地方发起攻击，而且一旦开战，周边的军事基地可以随时支援，对敌人形成包抄之势。若是在非战争时期，这些军事基地可以选择围堵敌人，也可以限制敌人的军事活动，比如侦察敌人的国土，摸清敌人的武器部署，从而制定相关的战略战术。而美国最新一次的战略部署，除了升级欧洲核武库外，美国还将6架可携带核弹的 B-52 战略轰炸机部署到了澳大利亚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廷达尔基地。
相当于是把澳大利亚打造成美国的前线军事基地。近几年，澳大利亚一直试图通过对其军事基地的升级改造，以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同时扩大澳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辐射范围，用以协助遏制与围堵周边国家的军事力量。比如在21年9月，美澳军方甚至发表声明，加强了双方多军种的各类合作。在空军方面，声明宣布美国所有类型军机都将到澳大利亚轮换部署，并进行适当的演习训练。而位于澳洲北部的廷达尔基地就是其空中力量投射的前沿基地。廷达尔基地直面印太热点海区，地理位置优越，美军轰炸机从这里起飞只需3到4小时就能飞抵南海等海域，同时还能和关岛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的海空兵力呼应协同，从而对整个印太地区形成战略威慑。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7月就有2架 B-2 隐形轰炸机首次部署至澳大利亚。在为期1个多月的时间里， B-2 与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各个机队，以及澳大利亚陆军和皇家海军的部分机队进行了合作。我们知道，此前美国进行印太方向战略威慑的轰炸机主要部署在关岛，为此美军还有一个专门的轰炸机持续存在政策。B-52、B-1B 和 B-2 轰炸机轮流部署在关岛。关岛对于美国而言具有非常独特而且重要的价值。首先，在地图上就看得到，关岛是防卫美国的第2岛链中的一个关键位置，更是西太平洋的咽喉。虽然它的面积狭小，但却是马里亚纳群岛中最大的岛屿，非常适合作为海空军的战略基地，从而保证美军在整个中太平洋上的军事运作。而对于美军在太平洋跟印度洋的后勤基地来说，关岛不仅是美国空军第2大的燃油储藏库，而且在其上建立的美军基地还被称为不沉的航空母舰。整个关岛差不多有1/3的地盘都是用在了基地建设上。同时，关岛还是美国全球战略打击中一个重要的支点。记得在越战的时候，当时对河内进行轰炸的 B-52 战略轰炸机大多是从关岛进行起飞来执行任务的。即使到了现在，包括美国 F-22 战机以及 B-1B 战略轰炸机也都部署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这也是美国在进行军事打击方面非常看重的一个力量的设置。而且即便是普通的战斗机、轰炸机从关岛起飞，对于太平洋西岸的目标进行打击也仅只需要3个小时。关岛既然如此重要，那为什么这次部署会选择在澳大利亚部署呢？原因很明显，除了 B-52 轰炸机具备携带远程打击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能力外，在澳大利亚部署既可以把澳大利亚打造成美军新的轰炸机堡垒，一旦需要，美战机就可以从澳大利亚起飞，与关岛方向的轰炸机配合，从不同方向进入东亚，从而增加轰炸机运用的灵活性。而且澳大利亚距离亚洲足够远，基地相对比较安全。总之，美军在澳大利亚部署 B-52 轰炸机，就意味着美国已经把澳大利亚从过去的中继军事基地打造成前线军事基地，进一步扩大对印太地区的战略思想。然后是美国1小时打遍全球的战术思维。美国认为，目前美国面临的威胁可能来自没有美国基地或只有少数驻军的地区。美国派遣飞机及军舰实施打击需要几天时间，战略轰炸机也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轰炸任务。因此，五角大楼提出了快速全球打击的战略方针。快速打击的目的在于开发出一种能在1小时之内对威胁做出反应的非核武器系统，这其中还包括请示总统批准实施打击的时间。而美国国防部的做法是对洲际导弹进行常规改装，以对全球敌对目标展开常规闪电袭击。为此，美国国防部当初还要求国会拨付5亿美元，成立一支新型的常规洲际导弹部队。一旦需要，改装后的常规洲际导弹将在接到作战命令后的1小时之内，对全球任何地方的目标实施快速袭击。作为超远程作战武器，常规洲际导弹发射升空后，速度为数万公里每小时，可以快如闪电般袭击全球任何目标。另外，美国国防部还曾制定一项建造新型战略轰炸机的计划。据美空军官员披露，
当前，美国飞机研制专家正在精心设计一种能以5倍音速飞行的超音速隐形战略轰炸机 B3， 该机预计在2030年左右替代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假如今后研制成功且部署到了关岛等全球各个美军基地，美军实现1小时打击全球的手段就又多出了一项。而目前部署在关岛的是4架 B1B 战略轰炸机，典型的标准小队部署。但是凭借着5500公里的最大作战半径和携带多种武器弹药的能力，以及从关岛起飞后2小时内就能抵达朝鲜平壤上空的能力，这4架 B1B 战略轰炸机在关岛的存在不可小觑。执行的任务：战略核轰炸。作为一款大型的战略轰炸机， B1B 有着出色的战略打击能力。在正常配置核航空炸弹的情况下，每架 B1B 战略轰炸机可以携带24枚最大当量为30万吨当量的 B6111核航空炸弹。4架 B1B 战略轰炸机所携带的核弹数量和核弹威力，足以摧毁24次东京，或者毁灭96个中小城市。2. 战术轰炸。在 B1B 战略轰炸机长达45年的服役历程中，美国一直在通过提升 B1B 轰炸机的软硬件兼容性，使 B1B 能够携带种类尽可能多的常规弹药。而在常规现代战争中， B1B 通常会采取以下几种战术轰炸配置：84枚 Mk82 低阻航弹或者30枚 CBU 系列集束炸弹，这种配置主要用于进行地毯式轰炸；144枚 SDB 制导炸弹，这种配置主要用于精确攻击地面上多个小型目标，也是目前 B1B 常用的弹药配置。此外，若是应对大国战争，不具备隐身能力的 B1B 还能携带12枚射程超过500公里的 JSOW-1R 联合远程导弹，在防区外发动远程攻击。假如成群结队出动的 B1B 轰炸机的超视距打击效果还能发挥得更好。3. 反舰反航母。虽然战略轰炸机携带反舰导弹反舰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是美国的 B1B 战略轰炸机却能够执行超视距饱和反舰攻击任务，这是许多轰炸机都做不到的。而部署在关岛的 B1B 小队，这4架 B1B 轰炸机最多可携带96枚射程超过900公里的 LRASM 反舰导弹。4架 B1B 轰炸机在日本北海道或者日本本土上空发射反舰导弹，便可以十分轻松地摧毁俄罗斯在远东的太平洋舰队，或者标准的1航4驱2护1补给的现代航母舰队。这种超视距与饱和反舰攻击在战争时期绝对是令人生畏的打击方式，同时这也是 B1B 最值得警惕的作战能力。除此之外，美国的全球战略还包括在全球部署反导系统，就是为了拦截别国的导弹。因为美国的标准是美国优先，美国可以打任何国家，但任何国家不可以打美国。美国的导弹可以瞄准全球，但是别国的导弹不可以攻击美国。而反导系统的作用就是让敌人的导弹攻击不了美国，而美国的导弹却可以随时攻击你。矛和盾，美国都要最强的。最后一项美国全球战略自然是这一切的基础，美元与科技。金融行业本来就是以钱生钱的行业，金融和权力结合后，美国就像赌场一样，能包赢不输的以钱生钱。美国只需要印刷钞票就能获得丰厚的财富，利用美元的优势，美国就可以控制全球的经济。而在军事科技方面，美国的军事科技实力有多强？简单点说，只要不动用核战争，不开启全面战争，不同时与除美之外所有国家联手的地面正面进攻，战争规模控制在局部战争内，美国基本上是打遍全球无敌手。美国的加油机、预警机、电子战机都是远远领先第2名，激光武器、电磁炮、军用机器人、高超声速飞行器等等未来科技，美国也远超其他国家一大截。美国因为有着更先进的技术，所以瓶颈解决得越快，而且并不会给别人借鉴，甚至别人都不知道。现代尖端科技靠的都是前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就比如火力军一直举例的 F-22 战机，那可是美国97年搞出来的，现在20多年过去了，依旧是数1数2的存在。另外，美国还是唯一具有太空拦截能力且已经部署太空防御网的国家。虽说拦截不是100%成功，但美国还真不怕洲际导弹，其军事科技水平可想而知。
不得不让人感慨，美国依旧还是那个美国。好了，关于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